高达世界中不起眼的机枪、加农炮放现代是个什么水平？在高达剧中，自 RX-78 元祖高达登场那一刻起，无论是他手持的光束步枪的表现，还是他在扎古豆豆枪中搓澡的画面，都给人一种扎古豆豆枪能干啥呀的感觉。可这些用高科技打造出来的人形机甲，手中的武器真的那么弱鸡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拿扎古手里这个豆豆枪来说吧，之前我们提到过，由于米诺夫斯基博士的叛逃，吉翁这边光束武器小型化遇到了一些小障碍，为了能尽快让 MS 装备上武器，开发重点就移到了相对技术比较成熟的实弹武器上。而18米高的巨人该配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呢？参考人类手持武器的比例，扎古的机枪口径应该在90到120毫米左右。那么这个口径放到现实世界中，就已经跟美国的主战坦克 M1A1 的主炮一个级别了。如果把坦克炮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虽然口径和威力差不多，但射速实在是太慢了，根本达不到机枪的标准。那么直接端一个大口径的机炮可不可以呢？按照0079作画时世界武器的标准，实用化的大口径机炮也就60毫米左右，远远达不到巨型机器人所需要的火力要求。单纯的加大口径只会造出一个超级重的大型机炮，根本无法当做 MS 的便携武器，那就只能让制作组现编，不是让研发团队抓紧手搓一个适合 MS 的机枪了。说白了不就是想要一个可以连发、重量比较轻的大口径机炮吗？问题的难点就是如何解决重量与射速之间的平衡。于是吉翁公国抛弃了传统的瓦斯压力附近结构，转而采用电力驱动。于是扎古1用的105口径机枪就诞生了。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迭代到了扎古2上最常见的豆豆枪120毫米扎古机枪。经常有人吐槽这个口径怎么说都得是炮吧，那是以人类的身高比例做参照，放到扎古这个体型下，它就是枪。该机枪的射速能够达到280发每分钟，在地面的有效射程为4200米。作为对比M1A1 坦克主炮每分钟只能打6到10发炮弹，射程在3500米左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除了口径、射速、射距的综合性能都比较优秀以外，扎古机枪还支持穿甲高爆弹和榴弹等各式弹种，这下子泛用性也一下上来了。而装弹量方面，扎古的机枪也是有100到145发的水平。别小瞧这个装弹量这么小一个圆盘能装下100来发120毫米口径的炮弹，想想还是挺恐怖的关于这一点，官方也给出过机枪内部的透视图，试图圆一下设定。而机设师也有自己的看法，要说合理还是这个背部供弹的要合理一些。这里也放上一些其他 MS 的武器参数，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总的来说这些 MS 机枪口径基本能达到坦克主炮的水准，射速更是远超现实世界中同口径下的武器，射距也是比较够用，放在现实世界中绝对是逆天的存在。可是在高达剧中它也只能给元祖拿来搓澡。当然了，说是搓澡，其实这个口径的子弹打在元祖身上，就说破不了防，造成的震荡杀伤也是相当可观的。要是在驾驶舱周围落上几发，估计阿姆罗当时就得翻白眼了。而且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想让我提一嘴高达的火神炮了吧？没错，高达的火神炮虽然不起眼，但它的科技也是挺逆天的。像联邦标准的 RX 系所使用的火神炮，口径为60毫米，装弹数600发，而这600发也基本上是1分钟不到就能打完。对比下现实世界中的 AK176M 舰炮，它的口径为76毫米，射速是120发每分钟，个头还要这么大。你再看看高达头部那火神炮才用了多大点地方，这还不出这600枚炮弹要放哪儿呢？这还没完大多数火神炮使用的还是无壳弹，这就避免了在头部还需要追加抛壳的结构。虽然 MS 一般只是拿火神炮来拦截导弹，但实际上杀伤力还是相当可以的，在距离足够近的情况下也能够给敌人造成有效的杀伤。更别提独角兽开启 NTD 以后还能打光束，那更是逆天然后再来说说加农炮，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陆战高达手里那把了吧。它的参数我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只知道口径是180毫米，这个大小已经超出了轻型巡洋舰主炮的水准，基本算是摸到了重型巡洋舰主炮的门槛了。结合剧中的表现，咱们可以称之为开山炮了。虽然这种火炮放在现代军事中也是比较常见，可是陆战高达那个加农炮它不但可以手持，后坐力小，甚至还支持现场组装。要知道巡洋舰上的舰炮都是这个造型的，主要就是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必须要非常稳固的底座才能够稳住炮口。而陆高的这门加农炮不但实现了装备的模块化，这后坐力也不过只是需要高达跪下而已，这个反后坐力科技也是相当先进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以当今的科技水平，能造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昨天咱们畅想了一下，把所有高达世界科技打通，能组合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有的小伙伴说了，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你就说以当今咱们人类的科技水平，能造一台什么样的高达吧？问得好。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在造高达之前，
咱们先要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高达造出来是要应用于什么场景的。首先看看陆战，造一台用于陆战的高达，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材料和操作系统。材料方面，咱们就拿元祖高达来说吧，使用了月神钛合金，头顶高度18米，全背重量为60吨。给大家对比一下啊，美国 M1A1 主战坦克车体长8米左右，重量也是60吨左右，能感觉到高达有多轻了吧？这还不是逆天的，比如全高19.7米的独角兽，本体重量只有23.7吨，全背重量也才42.7吨。不得不说 UC 科技是真逆天了。而如果把高达躯干看成一个小坦克的底盘，你会发现啊，背包刚好可以视为坦克的炮塔，也就是说啊，光本体这个小坦克可能就已经相当于当今40-50吨的坦克了，四肢和头部的重量都不用算了。最可怕的是，这种材料还能支撑高达走路、跑步，甚至是跳跃的动作，这关节承重水平简直是难以想象。而且你再想一想啊，这么高的一块大铁坨坨，操作系统还要保证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并稳定重心，好像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哈，就别提着弹面积这些实用层面上的事儿了，就光是造一个能独自站立并执行大幅度跑跳运动的18米机器人，这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了。所以以现在的科技术，陆战用的高达还是别想了。那么水战呢？高达在水中作战基本就已经是个笑话了，因为水的阻力非常大，想要高速移动，对外形的要求啊就很高了。所以就算是高达作品中，也基本会创作流线型的水用 MS， 就算让高达下水，也得是有可变形机构的才实用一些。但一提到变形，那对材料和相关技术的要求啊就更高了，不如直接造潜水艇了。所以水战也别想了。那么空战呢？其实啊，咱们刚才一直还都没讨论高达动力的来源呢。大多数高达作品中的动力炉都是核聚变炉，就算是 C 的那种裂变炉，那能源转换效率也是黑科技级别的，咱们就别提研究了。就连核炉小型化问题啊都没法解决，那你说就搞电池机吧？看看咱们现在那些冬天掉电飞快的新能源汽车，咱还是死了一条心吧啊！所以想在空中飞行啊，还是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装上大型的推进器，灌满燃油，然后在天上当窜天猴。在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那还是不如飞机好使。最后啊，就只有一个去处了，那就是宇宙里了。毕竟高达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宇宙战的，宇宙战争的机器也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没有了重力的束缚，关节方面的压力啊也会小很多。而且虽然咱们完成不了核炉的小型化，但咱们可以完成 MS 大型化呀，造一个100来米大块头就能用上现代科技的核技术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考虑外形了。由于太空中不存在什么空气动力学，而且形状越趋于对称越容易掌握姿态，以免陷入在太空中转圈圈的情况，所以腿最好是别装，毕竟咱们可研究不出什么 AMBAC 系统。那么为了对称，既然腿没了，头也就不能要了，直接装一些摄像头就可以了。机械臂的话还是可以保留的，毕竟可以适配不同的武器，还能进行太空作业。最后再给头顶上装一个无后坐力的主武器，就可以完成太空作战的基本需求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如果要造高达的话，就委曲求全下，做个直径100来米的铁球吧，这才是现代科学下的版本答案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坦克都需要3-4个车组人员，高达只需要1个人就能驾驶？这也算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几乎每次在讨论高达设定时呢，都会有人问到，他们可能主要是好奇啊，驾驶高达时又要靠目视看周遭环境，又要驾驶着高达进行移动，又要做出射击等动作，还要留意对内通信等等，一个人啊是不是根本忙不过来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我们先设想一下，假如回到古代，我们跟当时的皇帝说，咱们需要造一辆战车，它能够快速的在战场上移动，同时呢还要有一个足以轰开敌人城墙的武器。为了应对想要攻击战车的步兵，我们还需要每分钟打出600支左右相对准确的箭矢。这还没完，战车在远距离作战时还要能与本部保持联系。请问这辆战车需要安排多少人？皇帝心里一算，能轰开城墙的武器那得是投石车呀。就说小型投石车搬运食材、瞄准、发射，少说也要10个人，1分钟600支箭，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在考虑到疲劳度和精准度的前提下，1分钟啊也就射10来支箭，那就是说至少要50个弓箭手，跟本部保持联系，还需要若干旗帜手与参谋。那拉着投石机加这60-70个人跑，怎么也得有几十匹马吧？这车夫也得10个人，所以算下来啊，这得是个小100人的团队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而翻译成现代武器，这不就相当于一辆坦克吗？虽然弓箭手各自瞄准的感觉跟机枪可能不太一样，但
总的来说啊，现代坦克上3-4个人的团队就能够完成古代100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机械化与现代化带来的便捷。很多人在思考高达操作的方法时，就会陷入刚才我们举例中古代人的思维，把当今坦克自动化水平直接拿到高达上去了，所以才会感觉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然而高达就算在1979年创作之初，导演就很多次向观众们强调了，它是有着超高学习能力的 AI 来辅助驾驶的。阿姆罗甚至坦言，我只是坐上去推杆，摁射击键，其他的事情全都由电脑替他完成了。也就是说啊，阿姆罗踩一下油门，动一动推杆，就完成了一名坦克驾驶员所有的操作。这里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误会啊，那就是以为高达的4肢都需要驾驶员分别操作，然而实际上是驾驶员只需要告诉机体我要以多快的速度去哪儿就行了，至于该怎么走、怎么跑、怎么跳、怎么缓冲、怎么保持平衡，全都是由 AI 以及预设程序协调完成的，根本不需要驾驶员下具体的命令，除非出现特别情况，驾驶员才会有针对性的特别操作。之前 UP 也做过相关的视频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解决了移动问题以后，驾驶员的另一只手只需要推杆，用眼睛瞥一眼 AI 帮你瞄准了的敌人，就完成了一名坦克炮手所有的操作了。相关的射击动作、机体转向等问题也都是由 AI 来完成的，你只需要告诉他我要打谁，什么时候打就行。当然了，技术好的驾驶员可以不使用 AI 辅助，自行预判瞄准，这个就需要拉近微操了。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驾驶员的移动会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只要操作系统里边有类似于不规则运动、自动巡航等预设，其实啊也是可以做到边瞄边移动的。更何况有时还有哈罗这种 AI 辅助驾驶呢。最后，一切与队内的通信都可以通过屏幕上的简讯以及语音来完成，而至于电子战，则是直接由 AI 来完成。所以一般的大头兵驾驶员只需要专注自己此时此刻该做什么就行。指挥官的话，虽然要观察整个战场局势，并向队员下达命令，但他们的能力啊也是远超普通人了，所以思维呢也是能够跟得上。总的来说，一台战争机器到底需要多少人来操作，主要还是看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如何，以及 AI 的进化能否应用到实战。到最后，驾驶员其实就是一个指挥员以及决策者的身份。这里有人要问了啊，那为啥还需要驾驶员呢？这个之前咱们也发视频讲过了哈，嘿嘿，我太懂你们了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如果拿造高达的技术来造飞机，会是什么样的？经常有人说啊，把高达身上所有的缺点都去掉，那么你将会获得一辆坦克或者一架飞机。也有人说啊，有造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不好吗？其实想想也是，高达剧中大多数的飞机坦克对比高达啊，那是有着相当的代差的。而话又说回来，高达剧中真正取代飞机坦克生态位的，其实并不是高达，而是各种或大或小的 MA。那么如果我们硬要把造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会得到什么样的产物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来畅想一下这个话题吧。之前讨论过一期，如果造高达，我们就缺这3项技术，也就是材料、能源以及米氏粒子。话说这期视频啊，也是我首个点击突破100万的视频，还是 B 站、抖音双平台破百哦。那么我们对战斗机的改造，也就先从这方面入手吧。首先是材料，之前的视频有很多人提到了拿高达对比飞机，但我觉得呀，这个不太准确，毕竟高达的装甲厚度肯定是比飞机厚很多的，而且虽然有很多飞机长度达到了18米，但它真正有一定体积的部位，其实啊就中间那一片，再加上飞机为了减重，壳子里边都是尽量减少用料的。大家对比下战斗机的横切图和元祖高达的内构画稿，你就能发现啊，高达里边那是相当实诚的。结合之前说的外甲厚度问题，这种结构跟飞机来比啊，真的是差太多了。毕竟飞机在制造时，除了要考虑强度与重量比，其他比较重要的就是 corrosion resistance, heat resistance, toughness,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以及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等等。现如今的飞机对所谓的抗击打能力可是基本不会考虑的，毕竟以现在的材料学，就算你把装甲弄厚实点，也是扛不住导弹的杀伤力的。高速度与高机动性才是安全的第一指标。可是呢，如果用上高达尼姆合金，那就不一样了。提到高达尼姆合金，高达剧中啊也分很多种，像早期元祖高达身上的月神钛合金，18米高的元祖本体重量只有43吨，而大量使用了精神力感应框架的独角兽，将近22米高的它，本体质量只有23吨。就问你逆天不逆天？当然了啊，还有 W 系那更逆天的高达尼姆合金，16米的飞翼，本体重量只有7.1吨。咱们就别整那么多玄乎的东西吧，就拿最接近战斗机的 Zeta 高达的技术来做战斗机吧。以元祖高达月神钛合金装甲硬度
是可以轻松在扎古120毫米机枪扫射下搓澡的，一般的榴弹炮呢也是可以硬扛下来的。而 Zeta 高达使用的是高达尼姆合金伽马，更轻更结实，那强度与重量比更是当代战斗机无法比拟的。在这种装甲强度下，就不说抗炮弹的情况吧，就是一般的坠落地面，材料肯定也是扛得住的。这么一来啊，驾驶员的心理负担不但会小很多，在适当改造结构以后，战斗机可应用的作战场景也就更丰富了。比如为了增加武器的攻击角度，可以考虑给飞机加一个机械臂；为了达到空中急停悬浮的目的，可以考虑把飞机的喷口也做成可动，向多个方向喷。这不就是超时空要塞吗？这样可以极大增加战斗机在定点攻击时的有效攻击时长，有点类似于武装直升机，再也不用往复飞行来对同一目标进行打击了。当然了，这里的机械臂技术也同样使用的是高达的，只不过呢得加一个 NT1 的磁附膜技术，180度姿势变换仅需要 0.8秒。这样万一咱们筛选驾驶员时发现了阿姆罗这样的人才，机体的反应速度就不会拖累到他们了。而要能做到急停和悬浮，除了要增加喷口数量以及角度调整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喷口的推力。这个就拿 Zeta 高达来说吧，它的假如在开战前使用米氏炉先创造并散布足够浓度的米氏粒子，那远程制导手段也将一起失效，而在米氏粒子中行动的战斗机也将无法被雷达锁定，达成隐身战机的效果。这时呢，自然就有视距内战斗的需求了。那么武器的选择当然是首推高弹速、高杀伤力的光束枪，也就是小型的 Mega 粒子炮了。具体 Mega 粒子武器的原理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啊。这种武器别说拿来打飞机了，就是打坦克、打军事基地，那都是轻松烧穿。再配个光束军刀，一刀下去，航母都给你劈成两半。而就算是视距内作战遇到敌人的防空火力，以现在那些高射炮威力，高达尼姆合金也是轻松能扛下的。唯一有威胁的可能就是光学制导武器了。这个的话，高达宇宙也有成熟的伪装气球技术。此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相关技术，比如高达驾驶舱的抗 G 力技术，比如机械臂控制系统等等，咱们就不细说了。总结下来啊，用高达技术来造战斗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能扛榴弹炮、不怕坠机、支持超时空要塞 G 形态、能急停、悬停、垂直起降，并轻松超音速飞行，拥有核聚变炉，进行米氏粒子散布，并在散布区域隐身作战，还能打光束枪，轻松烧穿坦克装甲的战斗机了。请问这么一架战斗机在当代军事作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